法神大人会保护我们的。啊，法神大人是谁啊？他是斯特恩大陆最后的魔法师，他就在城池中央的法兰之塔里守护着我们。有法神大人在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爷爷，魔法师是什么？魔法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群人，他们可以深入深渊与恶魔战斗，潜入海底和海族交易，行走在巨龙之岛，掌握古老的龙语，有毁天灭地的实力，无所不能。可是，现在的斯特恩大陆上，只有法神大人一个魔法师了。娜娜以后也要成为一名魔法师。唉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再也出不了新的魔法师了。啊，那娜娜长大后就嫁给法神大人。啊切！谁又在咒我啊？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8年了，凭什么别人在异界都能混得风生水起，我却只能当个图书管理员，兼职机修工？唉，怎么回事？虚空风暴又进入活动期了！糟了，苍穹大阵！现在只能看法神大人了。不知道这座苍穹大阵还能坚持多久。好爽！魔法书擦起来果然柔软，这么厚一本，够我用1个礼拜了。魔法力后，魔法师们为了生存，建造出了苍穹守护大阵。可是让虚空风暴一天不消失，这片大陆就只能走向毁灭。那是什么？不要！我还是个鼠男啊！叶璇，叶璇，叶璇，你竟敢在我的魔药课上睡觉！这里是教室。
水球术？难道我在做梦？还没睡醒吗？要不要老师再来个水球术给你醒醒脑子？大陆上的魔法元素什么时候可以施展出水球术了？叶璇啊，你不会是被砸傻了吧？云老师发起怒来，比黑暗魔龙都要恐怖。兄弟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云老师？哎，我不是在法兰之塔吗？我没死，难道……我竟然回到了3000年前，成为了西斯魔法学院的一名学生。我叶璇一定要成为这个大陆上最伟大的魔法师。我竟然回到了3000年前，给我认真听课！再让我发现你打瞌睡，这一门魔药课你就给我重修！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。喂，云老师可是比斯法姆院长的弟子，才21岁就已经是3级魔法师了。他的魔药课你都敢打瞌睡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们都是西斯魔法学院的学生，是王国未来的魔法师。你们中有平民，也有贵族。不管你们来自什么地方，既然进入学院，便是背负了家族的希望，王国的希望。只有当你们穿上魔法师袍的时候，才真正有资格从这一所学院毕业。都明白吗？是。据我所知，这个时代的贵族都身居高位，地位远远凌驾于平民之上。想不到这云傲雪老师居然还有这样的见解。叶璇，你不会真傻了吧？云老师是王都的顶级魔法天才，因为比斯法姆院长的关系，才主动来西斯魔法学院教导我们。你在他的课上打瞌睡，下场会很凄惨的。这就是我的同桌家好兄弟陈南。再凄惨，能有魔法师代惨吗？什么魔法师的？完了完了，叶璇真成白痴了。凭借我前世的知识和经验，在这个时代成为法神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奇怪，总感觉叶璇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根据史书记载，黑暗动乱似乎就发生在这个年代。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大事？的确有几件。难道黑暗动乱已经开始了？昨天我丢了一支魔纹笔，被我爸胖揍了一顿。凌月那家伙一直针对我们，咱们早晚都要干上一场。听说校花慕容冰云在冲击1级初级魔法师呢。哎，和女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早上替你把情书送给李月了。不过你这眼光也太差劲了，要送你送给班长魏思清啊！哎呀，停停停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说的大事就这些啊？叶璇，你又在嘀咕什么？你把我刚才的提问回答一遍。这个世界到底由多少魔法元素组成？答不出来的话，今天就别想下课了。云老师，叶璇这个废物哪里懂这些啊？现在班里面就叶璇一个不是初级魔法学徒，要我看早点开除算了。魔法元素的构成，大陆的认知共分5个阶段，可以是4种、5种，也可以是6种、9种，甚至是无限种。云老师，你问的到底是哪个阶段？一共分5个阶段，还有这么多种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明明只有9种，白痴都知道答案吧？叶璇连白痴都不如，云老师肯定又要暴怒了。都别说话。那你告诉我，分别是哪5个阶段？第1个阶段是魔元前200年，苏格拉底大法师提出的4色魔法元素理论，以地水火风为代表，认为大陆是由这4种元素构成。500年后，东胜帝国的柏拉图大法师又在此基础上，将地水火风
修改成了金木水火土5种五行元素。3000年后，研究古魔法文明的拉瓦锡大法师又提出了6系元素理论，认为世界是由地水火风以及光明黑暗6种元素构成。不过我们现在的魔法学中，主要是以5000年前魔法师公会创始人亚里士托德大法师的9系元素学为根本，将天地间的魔法元素分为地、水、火、风、冰、雷、光明、黑暗以及毒幻系9种。但在近代，又有人提出理论，认为天地间的魔法元素其实是有无数种，除了9系之外，还有生命、空间、时间、黑魔法等等。大陆元素不是一直是9系吗？叶璇他在说什么？什么地水火风，什么5行元素，乱七八糟的。叶璇说的一些理论我也曾听说过，可是他一直在班里默默无闻，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哼，魔法元素明明只有9种，叶璇你答不出来还胡说八道。云老师，要我说就该罚他禁闭。都给我闭嘴！叶璇说的是对的，魔法元素的确是从魔元前200年苏格拉底大法师的4元素时代开始的，经过上万年的发展，才演变成现在的9系理论。目前大陆上的魔法公会都以9系元素理论为正统，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答案就可以了。魔法元素的理论发展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想要通晓5个阶段，起码研读数10本魔法历史书籍才能找到规律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过理论终究只是理论，多看了几本基础魔法书籍，不代表就可以不听课了。身为一名魔法师，魔药学是必须掌握的基础。叶璇，你把我之前讲的火元素基础液的配置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若是配置成功，今天的课你就不用听了；但若是配置失败，下课后就给我关半天禁闭。半天禁闭，这也太狠了吧！活该他倒霉！你们看他一脸得意的模样，我都恨不得上去踹2脚。让着叶璇校长，种到云老师头上了吧？还不如乖乖的认错呢。唉，既然不会炼制，那就认真听课。等你成为一名魔法学徒后，就知道老师是在为你好了。哼，不会。火元素基础液是配置火系魔药时所用到的基础药液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炼制出来。哎，叶璇想干什么？他怎么突然跑到讲台上了？该不会是吓傻了吧？呵呵，老师，这么简单的化学实验，我可没有说过我不会啊。想要炼制火元素基础液，第一步是取一个单位的火星矿石。这小子。接着用萃取液将火星矿石中的火元素之力提取出来。嘿，然后用元素过滤网过滤掉火星矿石中的杂质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必须是将火星矿元素液倒入无属性元素液中，若是反过来会产生爆炸，造成配置事故。云老师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好纯净的火元素基础液，这如同火山般浓郁的火元素气息，绝对是完美级别。即便是我，也未必能配制出如此完美纯净的火元素基础液。叶璇是怎么做到的？莫非
那化学实验是某种上古魔药学。叶璇人呢？他刚出去了。谁让他走的？上课期间居然敢公然逃课！老师，您不是说他配置成功就可以下课了？你们谁听见我这么说了？没有，没听到。哪儿有？这还差不多。叶璇逃课，回头让他来我办公室找我，不然的话，他这门魔药课不及格。剩下的时间你们自习。怎么回事？不及格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喂，你们说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老大，怎么回事？哼，我哪知道？好像是叶璇这小子懂不少魔药学上的东西。难道叶璇这个魔法废物，竟然是个魔药天才？那什么狗屁天才，不过是多看了几本书而已。他一个魔法学徒都突破不了的废物，能成为魔药师？老大说的是林月，你才是废物！陈南，为了叶璇这个废物敢得罪我，信不信我要你好看？你有本事动我看！啊！爆裂火球！林月难道已经是高级魔法？我们班又出了一个天才了，学服了！再敢和我狂，你的下场就和这课桌一样。这里是课堂，要吵架你们出去吵去。真是没用啊，连配置个基础药剂都这么吃力。我这体格实在是太弱了，难怪连一名初级魔法学徒都不是。魔法学徒是成为一名真正的魔法师前所必须经历的阶段。魔法学徒分3个级别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。而高级魔法学徒之后，便是初级魔法师了，也称之为1阶法师。西斯魔法学院的毕业十分严格，只有成为初级魔法师后，才能从学院毕业。因此，绝大多数学员会在高级魔法学徒的境界上肄业。黑暗动乱就爆发在这个时代，我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才能保护自己，尽快调查出黑暗动乱的真相。绝对不能再让末世的悲剧重演了。学院有自己的血魔室，想要变强，就必须先成为初级魔法学徒。趁着其他人还在上课，正好可以安静地使用血魔室。这里就是血魔室了。先看一下这具身体的元素亲和力和精神力。元素测试水晶，想不到这个年代还在用这么古老的测试方法。风元素和土元素亲和力中等，火元素亲和力下等，其他元素亲和力忽略不计。原始的元素亲和力只是基础。在魔法力到来后，魔法师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创造出了许多能提升元素亲和力的手段。接着，看看我的精神力如何。只有普通人2倍的精神力，只能算是够得上魔法师的最低标准。难怪进入学院1年多都没成为初级魔法学徒。不过，精神力的强弱并不是唯一标准，最重要的是掌控力。
这具身体的基础打得倒是相当牢靠，体内魔力的积累早就到了形成魔法漩涡的临界点。之所以还没有晋级初级魔法学徒，只是因为对魔力的控制不够而已。这可就简单多了。在末世的那18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如何榨取更多魔力，计算着如何将每一次魔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。顶着虚空风暴的致命杀机，可以在滚烫的荒漠里几天几夜，为的只是从虚空当中抽取那么一丁点可怜的魔力。魔力的掌控对我而言太简单了。开始吧。这么快就凝聚魔元成功了，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轻松吗？魔元的强度相当于魔法师的根基，根基没打好，就永远建造不成高楼。魔元形成，现在只要花一点时间，让魔元彻底稳固下来，就算是一名初级魔法学徒了。不过，第一次形成的魔元往往比较脆弱，必须凝聚到无法提升为止。一次，2次，3次，4次，8次。看来我目前的极限应该就是8次了。虽然只是魔法学徒级别，但足以媲美一名真正的魔法师了。先试验下风韵术。真是幸福的时代啊！不过初级魔法学徒还是太弱了，争取在10天之内突破到高级魔法学徒，1个月之内成为一名初级魔法师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得先将我的肉身强度提升上去。一名强大的魔法师，光有魔力不行，还得有强劲的体魄。哎，有了！这是谁？
你好，我。美女，我这是在救你，你不以身相许也就罢了，就这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吗？风刃术，这怎么可能？哼，你到底是谁？竟然破坏我突破！我说了是在救你，听不懂人话吗？哼，我好好的，用得着你教？啊，哼，我不管你是谁，马上离开！哼哼，女孩子脾气这么冲，就不怕嫁不出去吗？哼哼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应该天生对冰系魔法有极强的亲和能力。那又如何？整个学院的人都知道。但你的冰系亲和力带给你的不是天赋，而是梦魇。从感应到冰系元素的那一刻起，你的身体不断地变得冰冷。5岁的时候，双脚便怎么也捂不暖；长到8岁，双手冷若寒冰，直到现在，每次你来天轨的时候都痛不欲生。心肺在子时和辰时都会变得冰冷，唯有在吸收火系元素的时候，才能缓和一些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医生应该告诉过你，活不过18岁。而你之所以修炼火系魔法，也应该是医师告诉你，修炼火系魔法能压制你体内不断增长的寒气，让你活得更久一些。我喜欢魔法，尤其是冰系魔法。可是家人告诉我，如果我修炼冰系魔法，就会丧命。果然是寒冰之体。哎呀，你急着突破初期魔法师境界，应该是为了缓和自己的寒冰气息。可是你不知道，若你现在急着突破初级魔法师，你体内的火系魔力和寒冰气息将瞬间失去平衡，让你活不过半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努力的修炼，就是想要突破初级魔法师，让自己不受厄运的摆布，让爸妈为我高兴。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？谢谢你，请你走吧。哎，其实你的身体并没有问题。这种体质被称为寒冰之体，并非是什么绝症，反而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魔法体质，可遇不可求。只是你用错了修炼的方法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嗯。连父亲请来的王都医师都治不好的绝症，怎么可能是一种强大的魔法体质？他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我可没有骗女孩子的习惯。不过你身上的问题很多，想要完全解决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我这里有一个魔力运转口诀，可以缓和你手脚冰冷、心肺冰寒的症状。你回去之后可以运转体内的魔力试一试，但是记住，千万不要运转你的火系魔力，而是你体内与生俱来的冰系魔力。除此之外，你应该一直在服用火之丹和温和药剂吧？把药停了吧，3天之后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。他是怎么知道我最近在服用火之丹和温和药剂的？叶璇，叶璇，哎呀，叶璇，你之前跑哪里去了？找了个地方成为魔法学徒去了。成为魔法学徒？啊？叶璇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？你急着找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云老师让你马上去一趟他办公室，不然你这学期的魔药课就不及格了。就这点小事？哎，叶璇，你已经快2年没有突破魔法学徒了，万一
这学期再挂几门课，说不定就成为这几年来第一个被学院开除的学生了。想开除就让他开除好了。哟，这不是陈南吗？急着通风报信来了，做狗腿子居然都做得这么快，本少爷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凌月，你想做什么？叶璇，你不知道李月是我的女人吗？居然敢给我的女人写情书，活腻了吧？老大，和他废话什么呀？叶璇他敢调戏大嫂，揍他！哼，叶璇，你只是个连初级魔法学徒都成不了的废物，居然也有勇气给我送情书，哼，可笑！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李月就算是瞎了眼，也不会看上你这种人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给我送情书，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了。哼，什么误会？上面明明写着“给我最爱的人”，你瞎了眼了？这不是情书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误会了。这情书我不是送给你的，只是送错人了。不过有句话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但不是我叶璇配不上你，而是你李月高攀不起我叶璇。你。